卓清公公，好久不见呐！看来你是真的笃定我不是李长生了。不过，不得不说，你猜对了，我的确不是他，因为我戴了一副人皮面具。 果然，你不是他。没错，我不是他。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一个假扮李长生的人，可能比李长生更厉害吗？慢着，学堂之地，禁江湖武斗。 行吧，那就听你的。谁让你才是这里的院剑呢？就在这儿吧。凭你。 无境界之下，6掌之内可杀，是吗？那我就高你一境来杀你。狂妄！借剑一勇。昔日仙人扶我顶，我受了这长生。可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摸我的头啊？君子藏气于身，伺机而动，不动如山，动若雷霆。不愧是这山前书院的一代院剑啊！差不多也够了吧，卓强。师傅。 师傅，我们的这一场对决，应该是过往30年内最巅峰的一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不可能，我的境界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无聊呀？你们这些人怎么老爱说什么境界的？ 难不成我们交手还要先互报境界？你比我高，我就不打你，算你赢？也不至于吧。你这徒弟定力还不错。 不愧是风雪剑。你是李
长生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叫南宫春水，怎么不长记性呢？你6岁入宫，心有不甘，于是花了30年练成神功盖世，本以为可以横行天下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真是惨呀！现在的你，我弹指可杀，但是我不杀，留你一命，是为了给探安帝那个狗东西最后一点面子。我给你留了封信，回去好好看一下，要好好看。卓清，记下了。好，虽然我不杀你，但是你的境界半步神游，有些太高了，不如就退回去吧。啊！师傅，回去记得提醒你师傅，要好好看那封信，很重要的。谨仙明白。师傅，走。就那么放他们走了？这2个将来可是不小的祸害。你不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讲究慈悲为怀，怎么能乱杀人呢？你说的那个是出家人，我们读书人在朝堂之上，一言可诛杀万人。哎呦，别杀喽！要杀呀，等我走了，靠自己的本事杀。啊，小先生呀，我就帮你到这儿了，先走一步喽。谁？你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慕名来见新晋传人一面，还有他的女儿。你见我女儿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与你女儿已经达成了约定，现在她是我的徒弟了。满口胡言！我说的是真的，怎么不信我呢？娘亲，韩一，快回去！韩一，许久不见了。李爷爷，李爷爷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叫什么李爷爷？叫师傅。这有负师傅所托，我败了。锦轩愿意受罚，请师傅降罪。锦仙也愿意受罚。不用了。百里东军，此人以后不用管了。陛下那边我自会去解释。回去疗伤吧，这一次是我算错了，你们不必自责。上空心将葫芦弹到，忽然出现一道光。彭宇。
千里迢迢帮他这一趟，不见见。不了，我现在是朝廷钦犯，朕邂逅的事刚刚平息，还是不要给他多生事端了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定会再见的。姚儿，师傅，还有二师兄的女儿，你怎么偷偷回来了？若不是先生回来了，谁来帮你解决那个最大的难题啊？哎呀，你还真是慢呀！该走了。可我爷爷，你爷爷他一早就回了黔东城。啊？先生在解决了卓秦大剑后，先回了趟行馆。侯爷得知你无碍后，便在破风军的护卫下离城而去了。你放心吧。放心吧。哼，该回雪月城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一城之主哦。那长风呢？他不也是城主吗？他呀，他有别的事情要做。这天启城的事情，到现在也该了了。回雪月城，不问朝堂事，只做江湖客，如何？那自然是好。你们家是世袭罔替，以后你可是能做侯爷的。这侯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本就不愿打仗，此番是为了爷爷而来。既然此事已了，好，我们回江湖。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那我们就回江湖。走。国师啊，孤的这番谋划，可是有些志气啊。陛下的谋划不能说是志气，都是为了背离。只不过陛下的眼光看的，终究只有这几十年，而李长生看的却是几百年吧。李先生应当就是贝利的护国人。无论是他培养出琅琊王这样的绝世之才，还是将百里东军收作弟子，都是他的护国谋划呀。世上真有人能活几百年吗？吾等秘法之家，确实有地仙之流。可活过100年已是不易，能活几百年，必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，自然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。姑明白了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
便是枪王刘孝臣。你想问我的枪？请赐教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带二师兄的女儿出来做什么？来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的二师妹。我南宫春水这一世啊，只收3个弟子。哦，难怪长风是雪月城的3城主啊，2城主在这儿呢。大师兄，真乖真乖。那这位呢，就是你的大师嫂。别理他，我叫月瑶。月瑶姐姐。哎，天杀的小肉蜂！你说他还是不是我小师弟啊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东巴，那也还是我的2小师弟吧？我是谁？我是师兄啊！使唤师兄去追一个逃得轻的小娘子，拜托，衙门都不管这事儿，好吧？还有叶鼎之，他可是我最崇拜的叶羽将军的儿子，我能抓着他吗？什么破事儿都让我干，不干了。大不了不做那狗屁将军了吗？要不还是回家跟老祖宗认个错吧。我现在怎么突然觉得这货是我的2师兄，有点丢人呢？雷二，2师兄，小东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韩一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离家那么远？你谁啊？是你大爷。嘿，还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我这短短几日不在天启城，就你这小小少年也敢对我喷粪？我稷下学堂2师兄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卓墨公子雷木沙，我呸！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啊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的，琅琊王算个球，不服他打一顿啊！抱怨个啥？等等，哼，师傅是吧？哼，不是你戴着人皮面具吓唬人干嘛呢？师傅，我闺女在哪儿呢？给个面子。哎，滚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留在这儿，就给我在北离，在天启城闯出个名堂来，回雷家堡。雷老头要是敢收你，我定把他狗头打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滚吧，得嘞。爹爹。韩一，回家。韩一现在是我2徒弟，以后就跟着我了。好家伙，才一转眼的功夫，你跟你爹我平辈儿啊！生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都说这天外天的无相尊使是一介文人书生，可没想到这文人书生的功夫，却比那个无作使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值得我认真对待。累了这么久了，临死前歇歇吧。那就多谢君先生了。很多年前，我有幸见过李先生。
你是他的大弟子，能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没有什么怨言。只不过我死了，却也不代表我们输了。你真的以为我的小师弟他们阻止不了你的计划？也真的以为那个叫岳风城的练了什么虚念功第9重就能够毁天灭地、天下第一？可笑！不与妄言者辩。冒昧的问一句啊，您还有多久死啊？或许让先生失望了。冰原之上的寒风正在冻凝我的伤口，也许我还能再苟活1个时辰。若先生再出手，我自然一刻也活不下去。好，那我们便打个赌，若在这1个时辰之内，先来到这里的是岳风城，我就治好你的伤，让你活下去。如果是宗主来到这里，他神功大成，自然也就能救我，哪儿还需要先生？我会先杀了他，然后再救你。君先生可真是自信。但如果来到这里的是百里东君呢？我依然会救你，只不过你要以这天外天的名义向我保证，至死不能离开这里半步。同时也放弃打北离的主意，如何？这个赌局似乎对我没有坏处。好，那便赌了。百里东君，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却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所以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东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的，不知人间疾苦。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云哥，云哥。你自己留在原地吧。东君，叶鼎之。我在此就
近20年，只在收复北阙，戒之北离。可到如今，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止。你很好，现在体内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气人，那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。你死于我手，不恨我吗？英雄立于世，心中爱恨，岂能如此凡俗？我心中最恨就是北离。如今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那就请你继承我的遗愿，做现在天下第一，踏平北离。来了。这场赌局的结果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没想到我们2个，谁都没有赢。怎么会如此？入了魔道，却仍有一颗人心，这颗比那所谓的虚念宫第9重厉害一些吧？你就是叶鼎之？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或者说至少我杀不了你。我也不想与你打。我特别好奇，这冰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风城死了吗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吸干了他的内力，我本想杀了他，但百里东军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可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啊，现在应该已经死透了吧？怎么会如此？怎么会如此？可你却没这么幸运了，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。没想到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你的苦心谋划，却又与我何干？我此刻本应在姑苏城外的草庐中，那里四季温暖，草木成荫，而不是在这寒风冻骨的冰原中。
就算永生坠入寒冰地狱，也挽回不了你的罪孽。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你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关心像那个家伙。他也被我吸干了内力，如果你不传真气给他，他也会死的。他千里奔袭至此，只为救你，可如今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你却不管。我的真气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：与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魔心，我可以帮你渡。不必了，终归是两条路了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可就避免不了打这一架了。那就不要再见。可他呢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不配做他的朋友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对，这世间还是失意人最多呀。宏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无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有一套枪法，名为惊龙变，是我师父李长生所教。今日我不用。我还有一套枪法，枪起翻云，枪落覆雨，今日我也不用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做司空千落。我很想她，所以我创了一套新的枪法，名为千落。诸位将士，可看好了！长老，到底是谁的强劲？
竟能如此颜面浩瀚。司空长风，第一千枪，便送诸位将士魂归故里。坐。胜破了，杀！狼狈了，狼狈了！待会儿见到百里东军还有谢轩，一定要说自己只用了1枪，可不敢说用了1000枪啊！司空长风，还活着呢，任务完成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！多谢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定不负君之所望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！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哎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了，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。好了，兄长我走了。哎，师兄。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，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。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，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，第二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
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你们暗合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合之前，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，是我们暗合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暗合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合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合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，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。景轩，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刚刚送到。念吧。是。南爵大军此前所占之城，尽皆被琅琊军收回。虽然南爵兵马仍未退去，但已难成大事。胜。南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。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南爵，本就是不难之事。西面，西域乱民已被镇压，只是偶有流寇作乱，已不成大器，也是胜。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，委实有些浪费了。至于北面，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。是，陛下。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，虽然人数不如南爵，但却远胜南爵大军10倍有余，是真正的虎狼之势。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，又得贵人相助，请陛下放心。贵人？军报上说。贵人名叫君玉，是学堂弟子，拜师李先生门下。李先生，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即便消失了这么久，余威犹在啊。那西北呢？那个地方呢？西北面也传来了信。这西北虽然派的是武林人士镇压，不过这无双城乃是开国皇帝御赐的武城，本就有护国之职。这军书怎会这般随意？回陛下，不是无双城发来的，是雪月城的司空长风。原来是朱雀使啊！这就不奇怪了。上面写什么了？上面说，
魔教大军已被拦住，只有一人突围，正往天启城而来。让我们坚守皇城，保护陛下。哼，区区一人，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？哼，笑话。这个人叫叶鼎之。陛下，锦仙，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神色匆匆，是否也是收到了消息，有人要来皇城刺杀姑？请陛下如听见，可暂避。不。陛下，锦仙觉得，此番他来皇城取姑性命，还要多久？怕是就在今日。白虎使和青龙使已经在青云台准备迎战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青云台会会他。既然他想杀姑，那就让他来杀杀看。心剑有灵，他在害怕吗？不，是兴奋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陛下速速回避。来不及了。已经换了5拨人马做障眼法，可以确定，他们没有跟上了。我们的任务这就算完成了。若仅仅是这样，岂不只是成就了一段姻缘，恶心了一下景誉王吗？当然不止如此了。魂官非离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吧，这种龌龊的事情，可不敢劳烦2位尊使。哦，这么说，2位神者要一起动手了？多的2位就别问了，还是尽早回到天启，继续蛰伏，以谋大计吧。那好啊，不过非离，你可不要辜负我们呢。终于搞定了。叶大哥，我说干嘛这么麻烦？直接住在山上去不就行了吗？
我住在这里挺好的。唉，一个人住多孤独啊！小小年纪就懂什么是孤独了。嘿，嘿嘿。叶大哥，你来客人了。吁，少主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原本奉少主之命潜伏在天启城中，打探易姑娘的消息，静待少主。但前几日有贵人出现，助我等寻到了一个机会。撤！撤！撤！下！撤！秦先生，敢问飞长公子何在？我叫飞离。哦，你们是兄弟啊？不太像，对吧？他看着一身丧气，我却是个翩翩公子。飞离公子真会说笑，这次的事还多亏了飞长公子帮忙呢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虽然我们是兄弟，但做的事情却相反。他救人，我，杀人。为何？因为知道我们的人都得死。你是说，有个女子来找叶鼎之？她还很高兴。何止是高兴啊，简直就像，就像，哦，就像我见到了冰糖葫芦一样。嗷！那个女子长得是啥模样？活
画上的仙子长什么模样，那姐姐就长什么模样。都说这姑苏城里的姑娘很美，可跟那姐姐一比呀，哎，可就差了多了呢。与少主匆匆一见，如今不得不提前而去。后有追兵，吴四人将继续南行，将其引入男爵。待一切平定，再来寻见少主。此次将易姑娘带离天启，全赖洛副都统和叶将军昔日旧友相助。洛副都统相助吾等得出王府，而将军旧友则护吾等离开天启，直到姑苏。目前也已分道扬镳。各引追兵而去，但应有重逢之时，少主莫急。秦月寒，洛师兄和父亲的旧友，云哥，文君，醒了。日安。师父，告诉亲王，他那边的局很快也可以开始动了。陛下，亲王求见。宣。是。宣，亲王觐见。儿臣拜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父皇。何事啊？说吧。父皇，虽然锦玉王府已向民间严密封锁了此消息，但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儿臣以为这叶鼎之哪有能耐能将义文君带出天启？这其中必定有人相助。说说看。儿臣斗胆。但说无妨。细细算来，满朝文武能帮助叶鼎之的只有镇西侯一个，更别说之前那百里东军帮着叶鼎之抢过亲，更护着他离开了天启。父皇，今日他百里洛城的部下能入天启掳走王妃，明日就能进皇城直取龙座呀！一切皆凭他，不是能不能，而是想不想。
希儿，儿臣在。这事儿你来办吧。儿臣遵旨，必不负父皇所托。这深夜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，哎呀，长老，长老，这深夜的，陛下召我进宫，所为何事啊？我也不知啊，快走吧。哎，你看我帽子正不正？正。啊。昨夜御史台七御史连夜被召入宫中，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。弟弟，你觉得这一次是冲我们来的吗？此事定与亲王觐见脱不了干系。亲王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兄弟。不好说。按理来说，亲王冲我们的可能性最大，但是我却有另一种预感。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西侯百里洛尘被指谋逆，即日起，敕令御史台西御史联合彻查此事。钦此。王爷，王爷，何事啊？急成这样。宫里的李公公来了，还拿着圣旨。圣旨来了便来了，我堂堂景誉王接的圣旨还少吗？王爷，这圣旨虽然是送到景誉王府的，却不是下给王爷您的。李公公，景誉王殿下，琅琊王殿下，公公方才所言却是何意啊？什么叫圣旨虽然是送到我景誉王府，却不是给本王的？看来，这封圣旨是给我的。的确是给琅琊王殿下的。二位王爷向来清静，奴才前脚刚去了琅琊王府，没寻到殿下，便知您定在这景誉王府。殿下，既然见到您了，那就接旨吧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聊聊。1年多不见，见到我就走。因为我懒得理你。因为我拦了你和你的好兄弟抢亲。为什么不说话？百里东君，告诉我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看不惯你做的事儿。我从乾东城千里赶路去往天启，除了学武，我更学了很多道理。稷下学堂乃天下第一学堂，在我所学的道理中，没有任何一条说可以倚仗权势罔顾他人意愿。而我的小师兄，他纵容了这种事儿。明儿我还要早起，小师兄请便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你的小师兄，有没有这样一种道理，可以仗着自己的权势，罔顾他人意愿？你的小师兄会告诉你，从来都没有这样的道理，过去没有。现在没有，今后也没有。是，
后来我也想过，如果当初小师兄没有干预，或许云哥会走得更远一步，但他也会丢掉性命。可我心中的小师兄，他是一定会阻挠这种不平等的事的，他一定会的。是啊，关于这一点，你的小师兄对他自己也很失望。东君啊，我知道，你可能再也不会相信我了。但是有一句话，我这次一定要告诉你：你的爷爷这次一定不会死。路上不会，到了天启不会，除非我先死了。东君，瑶儿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此行，你不与我们一同吗？我的身份敏感，若是现身人前，怕是就直接坐实了侯爷通敌叛国的构陷。有道理。等你事情了了，我便来找你。嗯。只是此行怕是险路重重，东君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爷爷身边有几位境界深不可测的影卫，再加上小师兄的护卫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破封军，恭送侯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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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琅琊王殿下，我们启程吧。你说这老爷子是不是疯了呀？什么单子都接。苏墨云，喂，苏木头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心呢？我们要杀的是百里洛尘，闻名天下的镇西侯，连老爷子都佩服的人。咱们要杀他，你难道就不激动吗？你错了。我哪里错了？名单上可不只有百里洛尘，还有萧若风。哎呀，真是无趣。虽然你跟我是好兄弟啊，但是我跟你这样的人合作真的是太没意思了。那你想好怎么行动了吗？你这样一说，不就代表你已经想好了？萧若风才是此行关键。我们先安排20个苏家杀手冲破马阵，
杀掉那些不堪一击的金无畏。然后我先去牵制住萧若风，你直接去马车那儿杀掉百里洛尘，最后你我二人合力再杀掉萧若风。简单、干净、利落，半个时辰就能解决。暗河近30年最大的单子，被你说的这么简单？杀人嘛，不一向都这么简单吗？是你们，小师兄，这是？他们是暗河，天下间最神秘的杀手组织。你就是琅琊王啊！久仰大名，我叫苏哲。不要紧张，我来此不杀人。暗河拦路，不杀人。你就是木暖丫头吧？这张面皮不错。你的面皮呢？为什么藏起来了？老了。不像你，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我见犹怜啊。这些年，在外面过得可好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来过得挺好，那就好。当年那一战，活着的只剩下我俩了。没想到，今日会在此地相见。你的官话什么时候说的这么好了？失态了，失态了。我还想瞻仰一下侯爷的风采。侯爷的风采就先别看了，要不先看看李先生的风采。师傅，您，哎，许久未见了。苏哲老弟，咱们俩也许久未见了吧？原来是李先生啊！好久不见。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的李长生。我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我也是天下第一了。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蠢了。侯爷的风采还需要再看吗？不了，该看的我都已经看到了。长河、木鱼，我们走。师傅，你回天起，咱们再叙旧。我们走吧。
传信给第一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不成。传信给第二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成。怎么样？多年不见，重遇故人，感觉如何啊？当年的经历，现在想起，背后都是汗。方才那个是苏哲，是当年苏家的第一高手。我知道，斗笠鬼啊！但你放心，你现在不是暗河的人，就算是斗笠鬼，他们也不能抓你。既然他认得你，就应该能猜出我没有了面皮。幸亏苏冷模仿得像，不枉费我跟你说了一晚有关师傅的事儿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只是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来吧。见过小公子。这位是苏冷，我爷爷的贴身护卫之一。他父亲当年同我爷爷一同出征，是阵中的第一细作。哦，细作就是学什么像什么，要假扮农民就像农民，要假扮商贾就像商贾。这位姐姐最善易容之术，她做的面皮可谓是天下第一，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哦，姐姐，我想请你为我做一张面皮。是假扮谁？他是谁啊？果然跟我画的十分相像啊！暗河行事谨慎，他们应当不敢冒这个险。如何？回陛下，李长生离开了天启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方才，奴才在试探的过程当中，细细地观察了此人，无论是从声音、形态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，确实跟李长生很像。只可惜，太像了，像得太过刻意了。奴才敢确定，此人不是真正的李长生。他那张脸只是人皮面具，再加上百里东军的那一手回护，虽然嘴上他说的在情在理，但是他那番说辞在奴才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那就好。如果李长生真的回来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百里洛尘的胆子比当年真是小了太多，竟然用假的李长生来恐吓蛊。那百里洛尘的那孙子呢？你方才似乎在试探他的武功，如何？此子无畏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倒不愧为李长生的关门弟子。古书中说，君子之泽30而战。这百里家倒是一门三代，一个比一个人才。只是朝中世家兴亡3代太久了。如何？御史台那边怎么说？那边只传了4个字出来。为什么关字呀？快说是。是，属下是言。御史台里说，此事难成。难成？难不成父皇不想杀百里洛尘了？不可能！
当日本王去宫里求见父皇，跟他说百里洛尘谋逆的时候，他很支持本王的。怎么可能说变卦就变卦了？不可能啊！为何难成？那人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。我们亲王府现在还没有垮呢，他就这么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。那他当初拿银子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不愿意啊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英大人，有客来。什么客都不见，滚！是。王爷火气这么大呀？朝中之事，风云变化，起起落落，不争一时得失，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。你终于来了。奴才见过殿下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也是大姐觉得时机等到了，所以就让奴才来了。终于想回学堂看一看了。陈先生，不错，相隔2年，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。先生只看一眼便能辨别云泥。人身上都有一股气，清透旺气之人看他人，无需看人，看气便好。这次你来天启城，是因为有人状告御史台镇西侯府谋逆一事吧？是啊，不过看似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实际上是泰安帝想传位给小师兄。看来你已经想到了。若泰安帝真想治我爷爷的罪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狠心想收回兵权，可他偏偏并没有想治我爷爷的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告状的那位王爷会成为镇西侯府的眼中钉，而相反，护送我爷爷来的小师兄必定会成为镇西侯府青睐的对象。若是小师兄获得了镇西侯府的支持，便可以胜过天下间任何一位王侯。皇帝是在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啊！哦，什么路啊？一条阳关道，一条杀头路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皇帝真的支持党争，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皇帝当年不也是这般获得皇位的吗？或许在百姓眼里，他确实是一位好君主，不然我的爷爷叶将军也不会为了他开疆拓土，泡洒热血。但人一旦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就会变得身不由己。看似是人在掌控朝局，实则是在被朝局掌控。我爹曾告诉我，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与其做那个冰冷权力的奴隶，不如做个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江湖人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能有如此见解，我很欣慰。不过这学堂还是有些冷清啊，师兄们都不在了。这天启城的风向变了，留在这里，衣服总会脏的。雷师兄呢？他应该还在吧？雷梦莎确实没有走，但他被派去寻找景玉王妃易文君的下落了。易文君？他离开天启城了？他怎么走的？
被劫走的。来的人武功高强，动作也很迅速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人就已经离开天启城了。难道是云哥？来的人武功强劲，影宗宗主亲自出手都没能留下他。我猜应该不是他，但也必定与他有关。甚至叶文君最后的下落，都必定是叶鼎之所在之地。此事，你怎么想？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安。自从1年多前，在天体城与云哥一别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卓清大剑坐下，谨先回宫。卓清大剑坐下，谨未回宫。卓清大剑坐下，谨欲回宫。这卓清突然将自己在江湖上历练的几位大弟子都召回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师父，锦仙，你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是为师亲口允得你入江湖3年，你何错之有呀？怎么样？回来的路上可有波折？无名剑客叶鼎之。并无。沉入祭酒，许久不见。不对，你不是李先生。李先生唤我至此，是因为他的大春宫已到回春之时，如今应该是一副少年郎模样。嘘，小声点，不然得让他们听见了。殿下，这是密旨，陛下虽着奴才前来送旨，但奴才也不知这旨意是何。殿下还是自己看吧。公公，这封圣旨可有些烫手啊。奴才虽不知这圣旨上的内容，却知陛下下书时眉头紧得很，思虑良久难。公公这番话，听得小王更是心惊了。那奴才就先告辞，不给殿下添堵了。弟弟，上面写的什么？圣旨上说，已经有600精武卫等在天启城外。等在天启城外？父皇是要做什么？他命我今日启程，去黔东，将镇西侯百里洛尘带回天启城。
瑶儿，何人来信？我的侍女传信告诉我，皇城里的那位要宣侯爷进宫觐见，罪名是谋逆。绝对不能去。不去？你待如何？父亲，我……哎，东君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姑娘是……爷爷，这个待会儿再说。我听说，百里东君，回去。我不。我再说一遍，回去。你不说打败你就可以出来吗？世子爷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好好看看，我是如何打败你的。来，让我看看，你这1年多来进步到何种程度。哼！齐生化剑气，不错。小姑娘，怎么称呼你？小女子名叫月瑶。月瑶？那北阙城主岳风城，是你何人呢？乃是家父。果然。对于北离而言，我是北阙遗贼。侯爷要拿下我，交给你们北离的皇帝吗？老夫已经老了，也不管什么贼不贼的，只要是东君喜欢的人，只要是他带回来的人，就是一家人。侯爷。以旗为剑，确实是高明的手法。这样的剑术我都不曾见过。不过，火候还不够，回去再练练吧。哦，是吗？那个臭小子！怎么样，世子爷，被自己的瞬杀剑法阴了一把？哼！爷爷，我带瑶儿四处逛逛。走吧。长大了，这个小兔崽子。往日每一回你给我倒上你的酒，你都会哗哗的炫耀不停。可今天的你，成熟了，长大了。爷爷若还是想听，那孙子我便给您说道说道。
东君啊，从小到大，你父亲管你，你母亲管你，唯独你身旁这个最让人敬畏的爷爷宠着你。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爷爷不想我童年和父亲一样活得那么辛苦。爷爷想让我做一个自在自意的人。你太聪明了。人老了以后啊，往往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缺失了很多的东西。可我就想自己的儿孙，尤其是你，可以获得。可是爷爷，自在自意和自在自意也是不同的。有何不同啊？我确实很喜欢自在自意，但不是自在自意的世家公子哥，而是自在自意的江湖侠客。江湖侠客，江湖侠客，为友拔剑，为情拔剑，为不平拔剑。虽自在自意，却有担当；虽不守规矩，但有原则。爷爷，如今百里家有事，您孙子我已经磨好剑了。公子，来一份吗？哎，您看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镇西侯谋逆了。不可能吧？早不谋，晚不谋，现在这光景，谋的什么逆呀？也是。多谢易姑娘。王游前辈，前辈，您来此处，可是有事？啊，无甚大事。易姑娘也来了好些日子，老朽正好今日下山，来看看二位是否安好。劳您挂心了。既然二位安好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前辈且等。怎么了，云哥？实不相瞒，我方才听到有人议论说，镇西侯谋逆了。陛下也派了使者去黔东城拿他。前辈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不错。事件消息听得潦草，前辈能否详细说说？我也不知详细，只能加以推测。镇西侯远驻国之西门已久，树大根深，又离天启城甚远，帝王想管却鞭长莫及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帝王心头的一根刺。这次易姑娘逃离天启城一事，虽然王府已严密封锁了消息，市井难以得到风声，可在天子脚下，那些严密监视着景裕王、琅琊王一举一动的人，只要想办法，一定能够知道。这就给了有心人一个契机，在帝王耳边颠倒黑白，说此事有镇西侯的手笔。亲王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易姑娘，切莫过于责怪自己。即便没有姑娘这事，旁人还会找到别的契机参倒镇西侯。况且，我也只是推测，
做不得准的。前辈说的是，文君，莫要自责。哦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我猜你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是。其实，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便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天启城都是想杀你的人。天启城也有很多我想杀的人。你千万别冲动。放心。我此行去天启，只为帮助镇西侯府渡过难关。至于亲王那边，只要镇西侯没事，他便算是彻底废了。好。文君，我此行去天启，你有什么想让我替你做的吗？韩一啊，出门在外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你跟你师傅好好的学习功法，好好努力，要加油，知道吗？千万要远离长得好看的男孩子，爷绝对不可以牵男孩子的手，答应爹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，我赶时间。好，走了。二师兄，珍重。嗨，珍重个屁啊！别老说那些沉重的词儿，说的好像这辈子见不着似的。海一，千万不可以牵手啊！你快走吧你。走了，过来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小师兄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告别呢。他呀，他现在不在天启城内，前几日我让他去了别的地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吧，等他下次回来再跟他见面。回呀。回就不回了，我们也就此别过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该走了。师娘。师母，行了，我要远游去了。此行我会带上韩一，待到他学成之后，就会回到雪月城。至于我们，这一生啊，怕是不会再见了。师父，哎，我原本觉得这人生在世啊，不必拖泥带水的。这最后一面见不见啊，差别也不太大。但是这镇西侯府一事，既然我来都来了，那就还是见上一面吧。不过也没什么给你们留的，就给你们留4个字吧：借刀一勇。快200年了，萧逸，我还记得当年李寻留给我们2人的4个字。现在，我就把这4个字留给我的徒弟吧。你终于走到了这里，得到了你的天下。但我现在觉得，这天下没什么意思。那就回去，跟我回到这江湖里。那李玄留给我们的4个字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倒是你，我总觉得似乎你已经忘了。
我没忘，但我只是希望，我用一剑破开那个城门开始，这天下的少年郎都能记住这4个字。如今他已没有剑法刀法之术，随手一挥，便是绝世之法。好了，启程。师父，我会记住的。枪法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空长风。你想胜过我，然后名扬天下？有这个想法。可我还不想让路。只要打败了枪王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枪王。枪王有很多个。可是你，是可以成为枪仙的。司空长风，先生让我来寻你，问你一句话：可否愿意随我去一趟天启？真正的去一趟天启。师傅，既然我回来了。镇西侯的事儿，就交给我吧。我也知道最近你在筹备天启内卫司，需要4个高手。我刚收了个弟子，说不定能帮到你。师傅，您的关门弟子不是东君吗？不是，是个小枪仙。东君7斩星夜九助你破境之时，你见过。徒儿呀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帮到你了。你去找到他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那边去吧。文君，文君，我回来了。云哥，云哥，吃饭了。哎。好香啊！此次天启之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见到东君了吗？说来我也有10多年未曾见过他了。我是朝廷钦犯，现在情势敏感，怕连累他，就不见他了。等他事了，我给他写信，要他过来。嗯，好。来尝尝这个。
正好吃。多吃点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会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这位天山派的王兄弟，你来找忘忧老人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修炼到了瓶颈，一时不能突破。听说忘忧老人修六法密通，境界高深，所以我想请他来替我指点迷津。就你方才吼那两嗓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挑事的。哦，误会，我绝对没有不敬之意啊！不是，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忘忧老人他不愿意出来见我吧？忘忧老人没有不理你，他因是去外地与其他隐士郊游了，如今可能不在山上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去的也不远，通常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王兄如不嫌弃，进来吃杯酒，歇歇脚。不嫌弃，还望兄台你别嫌弃我才好呢。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叶鼎之。天山派王仁孙，请。太和18年，北离国泰安帝病重，夺嫡之战愈烈，无数朝廷重臣因党争被敌对势力杀手暗杀，一时间天启城血光笼罩，人人自危，史称六王夺权。为了抵御这群不明杀手的入侵，琅琊王萧若风、卓心剑传人李新月、无极棍姬若风、唐门唐连月、雪月城司空长风创立天启内卫司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天启城在历经短暂恐怖后重归安宁。这4人从此被称为天启4守护。然混乱稍平，泰安帝却突然病危，6位皇子以亲王为首结盟发起兵变，一路杀至平清殿，逼泰安帝传位。萧若风率天启4守护及虎贲军将平定叛乱，生擒亲王。这边，看这个事儿。禀琅琊王，如何？叛军余孽皆已捉拿收押，留待大理寺审理。参与叛乱的皇子有些业已伏诛，而活下来的都已经看管起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成王败寇，本该如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带下去。是。叶神，保护王爷！来吧，殿下，来世再见。后桑吧。圣旨到。
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传位，三皇子萧若锦。为何主子不自己做皇帝呢？因为他从来都不想做皇帝，想做皇帝的也从来都不是他。王爷，技能冲天，何不为龙？你知道，我们都会帮你。笑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的母妃不受宠，我们母子三人过得不太好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现在想想，都觉得真冷啊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身体又不好，挨不过那么冷的冬天了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我母妃的陪嫁丫鬟用命请来了太医，太医来了看我这样，就知道我家不受宠，就不想治了。那时候我记得，我哥哥就那样跪在雪里，给那个太医磕头，求他救我。后来雪停了，我得救了，我的哥哥却变了。如果说他以前是一位温柔谦和的皇子，那么自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位手握利剑的君王。出身皇家非我所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像我的师兄弟一样，一人一剑，肆意江湖。但是我的兄长不一样，他自幼学习的便是如何成为一位君王。他有魄力，亦不会如我这般感情用事。以后，他会是一位好君王的。